Hello，各位开拓者们，大家好，我是克拉拉的史瓦熊。今天这部影片，我想来简单的聊聊克拉拉近期在配对上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也说说为什么我最近越来越少带货货的原因。那因为最近工作很忙，我的时间有限，我就直接切入主题，不废话了。首先，我们都知道，克拉拉作为一个直商 C，不隶属于任何一个体系队，所以在配对方向上算是相当广的。因为他的攻击全部都是对群，所以就像之前影片说的，他非常需要提保一魂的激活机制，去让伤害可以打在对的人身上。然后因为一魂知更鸟在数值上给的太破格了。对了，这边稍微说一下，有人会觉得因为克拉拉是打反击的，所以需要知更鸟。像他这种追击 C 要有知更鸟才打得出伤害，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观念。会说绑知更鸟跟克拉拉打追加攻击是完全不相干的事，就单纯是因为他数值给的真的是太多了，还有最重要的全队拉条机制。对于管理来说，你玩的是不是追击队，其实也就只是插在知更鸟小型机的那25%爆伤而已。但玩到后期，其实爆伤是一个相对廉价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满出来的。至于循环层面，在飞枭这类型的追击队里面，全队非常过动的多次追击，确实是知更鸟的主要回能量来源。但只要是克拉拉玩家，肯定也都知道，在反击队里面是反过来的。全队唯一会有循环困难的成员，也就只有知更鸟。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要依赖受击回能，或是霍开大这类型的，来让知更鸟可以及时的循环。甚至在带生存位的玩法下，如果你队伍的战绩点足够循环，不用带残点光追，其实我个人是蛮推荐知更鸟带人气的。至于记忆组，主要就是一个单体的拉条拐，可以让克拉拉在打出更多战绩伤害的同时，也加速它的充能。记忆组跟星期日的差别，如果之后有时间，我再特别带一部影片来说。碍于时间有限，就先不放进来今天这部影片里。简单的说，T 包给了机制，知更鸟给了数值，记忆组则是给了单体拉条，这三个格子缺一不可。一旦少了哪个，那对于克拉拉的强度都会是致命性的大打折扣。但如果这三个一起带，又跟生存位有点冲突了。当然，如果要提到生存位，目前确实是还有的像风景跟霍这两位适合克拉拉的现武生存。除了他们两个以外的生存位，目前我都不会考虑了。但如果你喜欢基于 XP 的角度，当然还是可以带啦。不过该怎么说呢？霍的这个位置，我个人一直都觉得有点差强人意。要说适合，它确实比杀机灵杀这些还要适合，但它给克拉拉的东西，某程度上其实蛮微妙的。虽然看起来霍给了那40%的攻击跟充能，给它的提升不小，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霍是太过于古老的生存位了。虽然有一点拐力，但完全没有可以跟环境互动的能力，跟其他队友也没有太多机制上的联动性，就显得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可以接受带生存位，但我觉得这个生存位应该要跟队伍有个比较契合的象性。霍跟知更鸟放在1年多前，或许是一个机制适配的组合。可是时代在变，环境也在变。霍的机制在队伍内部虽然是自洽的，但到了现在的版本，随着环境天气的重要性提升，霍鸟这种单核自闭体系，就会遇到我之前提过的跟外部环境互动的问题，真的蛮吃亏的。再加上随着进入 3.0 的版本，怪物的伤害也明显的提高了很多，而克拉拉的减伤就摆在那边，就它本身的生存，带霍虽然没什么压力，倒不用担心说霍保不住克拉拉的问题。真的有问题的是知更鸟这个位置，这点以前在队伍有高速555花火来拉条的时候比较不明显，因为可以一直拉条上来触发霍的狼命，但这个位置现在改成了慢速的提保，再加上怪物的伤害又增加了。如果你剩下的两个位置是放霍跟知更鸟这种，那知更鸟的生存压力就真的会非常的大，又有点变成这个尴尬的情况。克拉拉需要知更鸟，而知更鸟需要霍帮他充能，但霍又有可能保不住知更鸟，所以就只能带上保人能力跟自身输出能力都更强的风景，然后去想办法多凹一些受击回能在知更鸟身上。不然就是干脆不带生存了，玩3拐1，尽可能的把大多数的战斗都压缩在知更鸟的第一次大招期间内。说实在话，风景本身打的输出真的太高了，你带小伊卡多撞出来的伤害，实战上带来的整体效益，绝对比你带霍给的攻击还要多很多。不过我现在带风景，就单纯是因为它做坏了，因为打的伤害很高，所以带上去，倒没有说像烧血队或生命体系这种有机制上的契合。
这大概就是目前版本克拉拉遇到的问题吧，它确实有着蛮明显的短板的。虽然说带生存位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命，正常也不会去要求说它要能够有比肩同斜的拐力，但我觉得最少要有一些机制上的搭配，像是风景的烧血帮刃叠层、云沙帮击破的队友削刃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贡献。但克拉拉带风景其实做不到什么1+1大于2的效果，就单纯只是因为不能不带生存位，但带其他的也没什么用，所以就带个可以打伤害的风景。从结果论来说，风景确实是一个好用的选择，但正常人应该也会优先把风景拿去给吃生命的队伍用，对吧？这就是尴尬的地方了。就像我昨天打的克拉拉带生存位，上半打施瓦罗灵梯，看起来好像很强，对不对？但问题是这个队伍里面的克拉拉基本上是没有战绩的。之所以打得快，并不是因为这个组合真的很强，只是单纯是因为风景这个角色够强，所以暂时演示了克拉拉在少带一个拐的情况下亏了战绩之后的样子。看上去虽然打出了带奶灵梯的好成绩，但其实就只是因为大家都打输出的能力，所以放在一起，有的是攻击，有的是生命，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各司其职的配合。如果你的克拉拉不是满分，一旦把战线拉长了，然后敌人又没有范围攻击的话，有时候应该也会觉得蛮痛苦的。克拉拉的充能很慢，也没有战绩可以打。克拉拉少了队友拉他，这真的蛮致命的。有风景还好说，但如果你带的不是风景，而是玩霍霍配知更鸟这种，一个只会摇旗子不会打人，另一个开大之后锁住行动查无此人，整个自闭到个极点，然后却占了2个队伍格子，这到底要怎么玩啊？同样打反击，这就是克拉拉跟云里最大的不同吧。如果谈到要怎么加强反击队，云里想要的应该是可以帮敌人拉条这个方向，而克拉拉的部分，除了之前影片谈到几次的让反击标记可以转移，另一个方向就是让他在每次被打的时候，都可以让自身行动提前个20%之类的，给他一种自拉条的概念。他的问题并不是出在敌人攻击次数不够多的这个点上，毕竟就算敌人打你再多次，你充能没跟上的话，也没有足够的强化反击可以打。他真正的问题是把一半的倍率猜到了战绩，但是在配对上却很难兼顾反击跟战绩，可以直接针对角色本体做加强，不然就是如果以后想抬反击队的，出一个新的生存位或是辅助，可以把这种 buff 放在克拉拉身上，其实都可以。克拉拉作为一个远古时期的开服角色，现在最明显跟不上时代的，就是他没有自拉条之类的特殊机制，所以在队友的取舍上，很多时候就会陷入一个两难。很多时候看到一个新的好像可以带，但仔细去看，要踢掉原本的谁好像都不太对，就有点挖东墙补西墙的概念。要么给他自拉条，这样可以解放拉条拐，不然就是多一点自拐，那也不用绑自跟鸟了。所以看到这边，你大概也可以了解我对克绿德拉的看法。以克拉拉来说，在带生存的玩法下，完全没有克绿德拉的位置。至于3拐1，我觉得顶多就是在打连体怪的时候，可以拿来当对侧解。平常的话，拐力还是不如记忆组或新邪日的。塞菲尔也是一个很像的概念，你要说能搭，也不会到完全不行，但是那个就业范围就很窄。不过角色改强的部分，我是觉得不用做梦了。就目前看来，官方的态度算是蛮敷衍的。先不说改的好不好，我个人是认为真的改的有点慢。当初 3.0 公告，然后 3.4 才正式加强第一批，然后第二批加强也是杳无音讯。新角出这么快，他一次只加强个3-4只，然后间隔大半年以上。那我觉得一方面本身是常驻角，被加强的机会就微乎其微；另一方面真的不可能再去给克拉拉这些东西，因为就像我说的，给他自拉条之后，就是能让他在配对上更为自由，再度增加他吃拐的上限，除非策划是嫌他过去所喝的汤不够多，才会去这么改。比较有可能的方向，可能就是等新的队友吧，例如我刚刚说的，可能未来会有更适合反击队的新生成位也说不定。既然改强的这条路没什么可能性，那我们就只能自救咯。好在克拉拉的机制非常适合无处可逃这把光锥，所以我就努力的去玩3拐1，然后期待以后有没有新的生存能力更好的队友，把这根鸟给优化掉。我觉得比起说因为克拉拉的伤害不够，所以需要多带一个辅助给他增伤才打得过，不如说是生存位这个位置对他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拖累，他不知道到底能带谁，你就把带上无处可逃的他想成一个只要击杀敌人之后自己就会回很多血量的主 C， 所以在生存位的这个位置上，对现在的他来说已经不是一种刚需了。你说带杀金霍这种传统生存位固然也可以做到保人的效果，但它压缩的是队伍里面拉条拐的这个位置，对于克拉拉本身也没什么机制上的特别联动，导致说如果只看它这个位置，带生存的玩法可以保住它，但改成回血光锥玩3拐1其实也差不多，只是差在其他的队友有没有被保护到而已。
可以带生存位跟值得带是两件不同的事。霍霍大智慧脑组合就像前面说的，虽然逻辑自洽，但放到现在的环境就是太落伍分众了，不太值得两个队伍格子的资源。既然如此，我当然会比较倾向3拐1的这个选项。两个队友做不到的事，那就带3个。以虚构叙事来说，本来就没有限制你不能减员嘛，就算死人了还是可以买新。那我们就带3个拐上场，就算打到一半死了一个，也还剩下2个拐。但如果你是玩带生存的玩法，从一开始也就只有2个拐。而末日幻影在击破之后，很常都会给你全队回血、拉条、回满能量之类的效果。那这样你还带霍霍去打，真的假的？而且霍霍这种没学任能力的机制，就是不适合打末日。至于混沌回忆，主要就是要看环境了。对3以上的环境，大部分还是可以轻松的玩3拐1，或是带风景去打。但像沙金这种对单环境又对智慧鸟的充能不太友善的，克拉拉就真的不太有办法上场，除非你像我前几天那样带个塞菲尔，前面慢慢磨，多打个1T也没关系。利用第一面的对双环境多记录一些伤害，在沙金的最后一条血再把大招开掉。这是一个通关的解套方式，但成本说真的有点高，因为塞菲尔不算是克拉拉的常驻队友，不会每个环境都带上场，只能算是一种对策解，会比较建立在真爱玩家，但把其他能抽的队友都已经抽完之后，才有办法再来考虑的。最后来做个总结吧。如果要改善克拉拉现在的困境，大致上有2个方向。第一就是玩3拐1，各方面队友都带上去，我全都要。但这个就不是每个环境都有办法玩，有生存压力上的风险。另一个部分就是期待未来有新的能跟反击机制搭配的生存位，最好是可以给他被打之后拉条的能力，这样就是一个堪称完美的组合。那这部影片就简单的聊到这边咯。最后我是克拉拉熊，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